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宇宙为你安排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今生我们会遇见谁，认识谁，其实早已经安排好了。有些人出现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有些人出现是为了陪你走一辈子。而缘分的到来总是那么的不动声色，恰到好处。可能是在一次偶然的擦肩，可能是在朋友的介绍中，也可能是在最平常不过的日子里，你不经意的一个回头。那么，你的下一任恋人已经在你身边了吗？你们初次相遇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感觉呢？是一见钟情？他会以怎样的一个方式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就用塔罗牌占卜来揭开这一切，接收宇宙给你的启示，聆听属于你关于你缘分的讯息，抓住我们的缘分，享受爱情，不要错过。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其中一组牌卡进行聆听。那首先要跟我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连接。首先，请闭上眼睛，深呼吸，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我的下一任恋人已经出现了吗？我们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相遇呢？感谢你的指引，感谢你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公屏打出来，接收宇宙的祝福，感恩宇宙，我是幸福的，我是丰盛的，我将拥有美好的爱情。多多的留言帮助你召唤爱情，显化幸福。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私人占卜的话呢，视频下方也有我的联系方式，加我为好友，申请占卜的字样，我们就可以在线下1对1的私人沟通。好，那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传递宇宙信息咯。亲爱的，选择第1组的你，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你的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重新跳脱出去，进行一下牌组的选择。代表刚才呢，你并没有很好的集中能量哦，因为每组牌卡的讯息都不一样，所以好好的选择吧。近期呢，你好像在自己的灵性方面正在得到某一种召唤。最近可能会更加关注自己能量上面的平衡，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想要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并且也会练习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呢更加的平和。近期的灵性能量是有潜力提升的，但会更多从自己的生活习惯上面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吃得干净呀，比如说睡得更加的规律，早睡早起呀。你希望回归到本我最真实的一个样子，想连接自我，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些声音，而不是一直顺从外界的一些噪音了。目前呢，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充电的过程，让自己希望呢不要太多的一些动作啊，太多的一些努力啊，而是可以从一些小事情上面让自己更加注重，注意力集中，好好的休息，休养生息。身体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也是在提醒自己哦，你的能量储备不足，需要更多的一些休息充电，也需要让自己放松压力，不需要给那么多的一些负担。总之呢，近期可能是会去
更多关注自我滋养、自我保护的一种状态。你想要去学习减少自己的内耗，愿意去倾听自己的一些需求，而且不愿意再为了取悦别人，不愿意去获得一些好的名声啊、形象啊，而去牺牲自己。近期呢，会有一种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状态。你也很好的想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心态、能量，可以看到你的好运正在酝酿期。接下来呢，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也更容易被你抓住。目前呢，也属于好像打地基的阶段，表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多的繁华、热闹、精彩，但是自己内在的能量确实在一步一步稳步的提升之中。等到你状态饱满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会自然顺利的展开的。可以看到近期呢在自我的维护，近期呢也在储备能量。你有这种感觉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咯。首先，下一任已经出现在身边了吗？我们先来展示部分的牌卡。好，这张牌卡呢，看到是一个女生站在有水的湿地上面，然后周围呢插着很多的剑，有8把剑。可以看到她自己是被蒙蔽着双眼，感觉她并没有看见自己的新恋人，可能并不是他不在，但是呢，因为没有接下来这个眼罩，所以即使在周围了也没有看到，可能代表着当下呢，也许你正在忙，也许你有很少的一些社交，也许人际关系上面呢，你也不愿意参加更多的聚会啊、活动啊，没有太多的一些互动，也没有要求别人给你介绍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自己也没有去一些社交媒体主动的去寻找爱情，也可能当下呢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去顾这些人际关系，去建立更多的一些机会，所以你的新恋人很可能还不在你的身边。你们2个人之间的状态呢，一个就像宝剑侍从一样，一个就是五角星国王一样，大家是风和土的能量，还没有快速的接近。很可能大家都在一个不太适合谈情说爱的状态之下。不过呢，宇宙告诉你你们应该很快就会遇见，因为眼睛被蒙蔽了，并不代表它不在你的周围，而代表着它在你的周围，只是你还没有看见，你们还没有真正的正式的一些见面，2个人呢还没有完全投入到这种爱情、感情建立的关系里面。也有可能是在更多的一些观察，也有可能是擦肩而过，也有可能就在自己的周围，只不过呢，大家还没有特别接地气的去共同玩耍，去有更多的一些互动。但从这个牌卡的能量上面来看，8个月之内，甚至有可能是8个星期之内，就会摘下面罩，就会看见你的新恋人了。可能你多去一些熟悉的场合，也可能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也可能把自己对恋人的这种条件挑选放低一些，说不定你更加的开放，说不定呢，你真正的去关注到感情上面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好像就在身边，或者是就会遇到他了。
而他很可能是一个长得还不错的人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国王这张牌卡，代表了成熟、稳重，有一定的领袖气质，然后脸型呢应该是偏方正的脸型，或者是他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下颚线很明显，眉骨呢比较深，眼神是属于那种很沉稳并且有控制感的。不一定是那种长得非常的帅或者是非常漂亮精致的那种类型，但他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可靠、值得信赖，很有原则、很有力量的感觉。微笑的时候呢，也是属于那种不夸张，但是有一点矜持，有一点神秘感的。也许他的年龄并不会很大，但是呢，会有一种比较早熟，或者是跟同龄人相比，他更成熟的一种气质，看起来比同龄人更稳重，或者是有一点老派。通常呢，他都是比较干净整洁的，很可能自己头发也是打理的一点都不凌乱。他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会注重自己的站姿，会注重自己的坐姿。然后他的身高呢，大概是属于那种标准身高中高的样子。他的四肢比例呢，应该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看，然后很有曲线的，不会过胖，也不会过瘦。看起来身上呢是有一些线条，是有一些肌肉的，然后身材比例是比较协调的。这个人呢，有时候是非常温和亲近的，但有时候呢又有一定的距离感，又有一定的神秘疏离。但是动作绝对是那种比较优雅的慢节奏感的动作，是那种不急不躁，不特别夸张浮躁的这种状态。而他穿衣服打扮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圣杯3，这张牌卡代表着社交聚会、享受这种氛围的牌卡，所以他的穿着打扮应该是比较有品味、比较时尚的，绝对不是那种很死板或者是单一的风格。他喜欢颜色的搭配啊，他喜欢穿亮色啊，或者是用一些图案来展现自己的一些活力。他也懂得根据场合去调整自己。那运动的时候当然就是穿休闲风啦，那该去正式场合的时候当然可能就是西装或者是一些小礼服啦。去聚会正式场合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讲究的。当然有时候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派对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的时尚，敢于去裸露展现自己的一些身体。总体的来讲呢，这个人还是很会穿衣打扮的。他可能也会注重一些细节小巧思，比如说手表啦、皮带啦，这种鞋子的颜色跟自己的服装是比较搭配的。他也一定可能会用一些帽子啦、围巾啊，或者是用一些首饰来增加一些亮点，感觉他是一个有一定的审美力，还是很会穿衣服的人。他懂得用细节让自己突出重围，让自己有魅力。他身边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审美力，打扮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总体的来讲，这个人是给人一种安全感的。这个人呢，也是有一定的情商的。这个人呢，也是有一定的品味，有一定的这种自我价值质量的追求。在社交场合里面也是蛮有亲和力的，也是比较主动的一种状态。另外呢，在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你可能会觉得他的形象是那种
可能比较老派啊，或者比较正统啊，或者是比较严肃的那种类型哦。但是在跟他接触之后，你发现其实这个人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在有一些不同。他是一个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人，他是一个不按套路来，甚至是很自由、很散漫、很有冒险精神的。所以你对这个人有很多的好奇之心。另外呢，他也给你一种很聪明、很智慧、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好像他说话很有逻辑性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他也不会拐弯抹角，也很能接别人的一些话题，无论是政治啦，还是八卦啦，还是说一些食物啦、喜好啦、文化啦，他都可以不把别人的话掉在地上。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蛮机灵的，但是呢，一开始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自然熟、很快就熟悉的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有一点防备啊，有一点冷酷啊。跟陌生人交谈的时候呢，几乎不会是展露自己的一些笑容，但是跟朋友在一起的话，他的语气就会蛮亲和、蛮有趣的。其实第一次你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这边出现了魔鬼这张牌卡哦，就代表着你很喜欢他了，对他有强烈的这种化学反应，你是从这种心理上跟生理上的这种喜欢哦。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外貌协会，觉得他很不错，但是在更多接触之后，原来他蛮有趣的，然后又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有性张力的这种危险的魅力，你也会感觉跟他在一起可能有蛮多的挑战性的，但是又让你忍不住想要去靠近他，想要了解到他更多。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他可能跟你之前认识的人都不太一样，对他充满着新鲜感，有兴趣，但是又有一定的防备。你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不好控制的，或者是不太容易受到你的诱惑，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呢，却又吸引着你的目光。但其实你们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一见钟情哦。我们看到这张牌卡，两个人都拿着水杯递给对方，所以你对他的感觉其实也就是他对你的感觉，你不用怀疑。他也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当你们对视的时候，他就会感觉你就是他想要找的人。你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哦，就是比较浪漫的，然后比较容易能感到对方的一些心意，也很可能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了稳定的关系，你们的情感基础建立的比较快。其实在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想要跟这个人发展看看，甚至其中一个人就决定未来就要这个人加入自己的生活之中，就要让自己这个人呢加入到自己的未来生活的安排里面。你们两个人很可能很快就不是很肤浅的这种聊天，不是在那种表面的寒暄，而是一刚开始呢就会谈对方的一些梦想啊，人生的期待啊，感情观啊，甚至很快呢就会谈到未来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你们都会在想，如果我们一起走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份感情呢，不仅仅是第一次见面的这种冲动的浪漫，还有着一种想要跟对方共建未来、有目标感的这种期待。两个人也可能会一起去计划旅行啦，或者是一起去
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啊，合作某一件事情啊，是有一种长期愿景的交流的。所以你们从认识到互相表白的这种氛围都是蛮正向、蛮积极的，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是可以带自己走向更好的地方的人。而且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权杖王牌这张牌卡，两个人就是在这种互相喜欢追求上面呢，是将心比心，都是比较积极主动的。两个人不会去考虑太久啊，观察太久啊，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拖延，太被动，而是都愿意去很快的约会，都愿意去互相见面安排。两个人呢，不仅仅是随便聊一聊，你们的感情推进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你们的化学反应很强烈，生理性的喜欢，再加上可以玩到一起去，可以聊到一起去，就是那种真正的想要跟他一起走下去的这种状态，所以很快的就确定了方向，很快的你们的关系、你们的感情就升温了，而且双方都会是在这种很主动、互相承认的状态。没有任何的这种暗恋啦，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的计划，就是一拍即合，情感跟吸引力迅速的点燃，这份感情呢又有这种激情，又有这种长远的规划性，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哦。而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下一任恋人它就像是布谷鸟一样。它是很强的独立性，因为布谷鸟呢，它是以独立生存而出名的，它不是依赖需要群体作战啊，或者是一起去寻找食物啊，所以它在感情里面是不依赖别人的。这是一个成熟并且很适应能力比较强、自主的这个个性。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自己的目标，面对感情呢，也是不会去失去自我的，而且他的动作精准，做事情呢也是有计划、有规划性的，绝对不是一个盲目行动的人。他也是有比较强的挑战能力。在生活里面，在感情之中遇到任何现实挑战的时候呢，他都不会退缩，而是先看清楚形势，再选择突破的方法。他比较强的这种弹性，而且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也非常的特别。低调，专注自己的一些专业，自己的一些状态，不会去顾虑太多，也不会随便的投入到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他会像布谷鸟和同伴一样，虽然各自的飞行，但是呢，会保持相同方向的节奏，会互相的呼应。很有趣。那具体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跟你到底是说互补呢，还是说相同呢？首先，他的星座还有可能是巨蟹座、双鱼座、天蝎座、双子座、水瓶座、天秤座，或者是射手座、白羊座。水的能量、火的能量，还有风的能量都蛮强的。这是一个重感情又重理性，然后又重行动力的人。首先，圣杯六这张牌卡就感受得到一种很温暖、很怀旧的感觉，它是有蛮强的记忆能力的，对过去重要的一些人和重要的一些事情都不会轻易的忘记哦，所以是会有这种怀旧的情怀，内心呢很柔软，
很善于去照顾别人，对熟悉的人都特别的温暖，很重情义，重视孝顺啊，重视人情冷暖啊，对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知己、好朋友都会尽可能的去给予照顾、给予帮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都愿意去让周围的人生活得更好。因为在他的理念里面，就是周围的人都生活得好的话，那他自己肯定也不会差。而且他不太喜欢贫乏的去更换一些社交圈子，对于他来说，好朋友就那么几个，可能从小长大或者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的，就会一直珍惜下去，就会一直这种依恋，有熟人的这种圈子。面对冲突或者是这种矛盾困难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正面石头碰石头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和平爱好者。任何事情大家一起去讨论，一起去解决，而不需要在那边暴躁如雷啊，而不需要在那边暴走。他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他这些地方是比较好的，不会被情绪所操控，是很理性的。而且他的想法呢也是比较积极，也是比较正向的。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去看好的、正向的那一面。对事情呢也有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些分析能力，逻辑思考能力是比较强的。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或者是大众说什么，然后他就觉得是正确的。他会按照自己的这种性格、想法去判断。在感情里面呢，他也是需要确定这段关系对自己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才会去投入。而且在人际关系、语言沟通上面，他是蛮直接的，不喜欢就是说一半啊，或者是隐藏一半，不喜欢让别人来猜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喜欢就是说出来，不喜欢的也可以说出来，不太拐弯抹角。你不需要去猜他在想什么，你直接去问他，他就会直接的去讲出来。两个人只有这种100%的坦诚，才可以建立信任跟忠诚。所以人际关系里面呢，他喜欢那种比较简单、不复杂的朋友，他喜欢那种不欺骗、非常真诚的对话以及这种关系。另外呢，当他下决心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快的去采取行动。他是可以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去更换自己生活的环境啊，去更换自己的工作啊、事业啊，可以为了爱而去减少自己的一些梦想，减少自己的目标。因为对于他来说，感情这辈子是最重要的，爱情这辈子是最重要的，这些都远远的大于金钱，远远的大于物质。钱没有了可以再赚，但是爱人错过了的话呢，那缘分就不再来喽。另外呢，他也喜欢那种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情绪啊，多一些变化的状态，不喜欢那种非常乏味、一成不变的生活，一辈子只做一个工作，或者是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生活，或者每天就是那种公司然后家庭这样的一个2点一线的生活，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内耗，是非常消磨自己的人生有限的时间的。当然他也很喜欢在自己的熟悉的就是朋友啊、家人之中感受到这种安全感。所以在这种安全感跟新鲜感之间呢，他会寻找到平衡。人呢，一定要是熟悉的人一直在周围，但是这种环境呢，这种地方呢，这种想法呢，是可以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层次、新的感觉的。好，这个人他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新认识的朋友，他还是会比较小心翼翼的，因为在感情上面呢，还是会有比较敏感的那一部分，容易
失落，害怕失去，害怕好不容易熟悉的人，结果最后呢就断没有了联系，害怕呢错过缘分，害怕呢错过爱人，这些都是他很担心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所以在感情里面，他希望遇到自己所爱的人，然后大家可以长久，最好是一辈子的牵手走下去。所以这个人呢是很重视情感的，只要他确定了你们两个人就是这种惺惺相惜，可以细水流长，建立稳定的关系之后呢，他是愿意跨越这种现实的距离、生活的障碍，去全力追求的。他想在这种感情之中，是双方都在一种有希望、正能量、稳定的生活状态。也希望呢，在关系里面，大家彼此都可以不断的成长，可以一起去寻找到很多新鲜的事物。他是需要这种安全感跟自由感平衡的，性格呢也是蛮妙蛮不错的哟。那最后呢，宇宙会给到你一定的指引，就是当下以及在未来感情之中，你一定要保持自我的高的价值感以及自信。我们这边出现了女皇这张能量，就代表着不能把自己的幸福依赖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先爱自己，先把自己活成最美好最丰盛的状态，那么你就自然会吸引到跟你匹配的人，那么对方呢自然就不会离开你。特别是现在很多女生在谈恋爱之后，可能就开始不修边幅啦，可能就开始长胖啊，可能就不会再多的去学习，有更大的梦想啦，而是好像谈了恋爱就可以非常的松弛。单身的时候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精致，生活安排得很充实，结果谈恋爱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黄脸婆，或者是天天宅在家里面，那这样呢就失去了你的魅力了。所以反而是恋爱之后，你需要比单身的时候更多提升你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去丰盛你的生活，享受自己的这种生命时光。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更加的有质感，这样的话对方就会持久的被你所吸引的。好，另外呢，不论男生女生一定除了说保持自己的生活质量、穿衣品味，让自己的家居环境更加好之外呢，也希望你可以去学习做饭。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做饭其实这个能力，做饭的能力，如果你会了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你记得吗？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先要获得他的心，首先要锁住他的胃。对于美食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喜欢的。如果你可以做一手好菜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养育你的家人啦，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老公或者是老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爸爸或者是好的妈妈。另外呢，做饭也指你有能力创建一个让人想停留的空间，你可以在日常的小细节，一顿饭、一杯茶、一个舒服的环境，让对方、让家人感受到被照顾以及被珍惜。所以亲爱的，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宇宙呢给到你建议就是恋爱前、恋爱后都要投资自己，在自己的外貌、健康、生活品味上不断的去升级，让自己每天呢都活在这种非常幸福丰盛的状态。在感情里面呢，大大方方，不去斤斤计较，不抱怨，而是让对方在你身边感觉得到安心，感觉得到被欣赏，建立这种很温暖的生活氛围，不必刻意的去讨好谁，而是用你的这种比较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仪式感也好啊，还是说这种生活享受之外啊，
都是可以吸引到对方很想参与到你的生活里面的。还有就是可以多安排一起去欣赏艺术，一起去感受大自然，一起去品味美食，并且可以做好吃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自己的老公老婆，给自己的小孩。那这些呢，你都会是有足够的优势去让自己的感情关系保持着一直的新鲜，保持着这种优质的发展，自己也一定会收获到足够的爱情感情成功的哟。所以亲爱的，以上呢就是宇宙给到你的讯息。我们在视频下方留言，感恩宇宙，吸收视频能量，同时也来显化我们的幸福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先来对应最近你的能量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组的选择，代表刚才没有很好的集中能量哦。好，那现在我们看到最近呢，你是在更多的去关注当下，而没有过多的沉浸在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的情况之下。在灵性的意识上面来说的话呢，做饭是一种显化的意识，你将看不见的一些想法变成有形的一些成果。目前呢，你在思想跟自己的意图上面会更容易去落地，更容易去实现。包括最近接触的人啊、信息啊、环境啊，都会慢慢的注入到你的能量里面。近期你的运势是属于在一种积蓄能量、储存运势、酝酿机会的阶段，也是在一个准备的阶段，所以身边会有一些小机会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出来。只要你亲手参与的话呢，是可以转化成为真正的收获的。目前呢，你正在一个用心去调配自己的生活，然后更加专注、更加耐心，滋养自己、滋养别人的一种喜悦感之中。所以近期在生活之中可能会有一些细碎但是温暖的小事情，比如说朋友聚餐啦、家人相处啊，或者是跟合拍的人一起去准备食物啊，也有可能你也在去想要更多的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从自己的食物，从生活作息习惯，到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氛围，增加一些软装啊、硬装啊，希望自己生活的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有品味感，也有更多的一些掌控力。最近呢，也想去尝试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这些呢都是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新鲜感的。同时你也会比较享受很安静创造的时间，比如说一个人做饭，或者是打扫卫生、整理家务，或者是尝试去写作、尝试去画画、尝试去聆听音乐，这些沉浸感呢，会让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你愿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精心的去打理，可能近期不想要大范围的去社交，就是跟身边的一些熟人朋友在一起聚一聚就好了。所以这种能量呢，更加的一些稳定。近期呢，你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不断提升的这种状态下面，自己有感受到吗？如果有对应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那么下一任恋人已经在身边了吗？首先我们看到圣杯骑士哦，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手上呢拿着杯子，
骑着白马正向前走，他的那种姿势呢是不急不躁的，然后神情非常的专注，好像是带着一份礼物或者是心意要交给某一个人。而白马呢也象征着纯洁真诚的情感。这个背景呢也是有河水的，也代表着情感的流动跟连接。圣杯骑士的步伐呢，并不是很急躁的，在创造一种慢慢靠近的节奏。所以，以占卜时间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是2个月之内，或者是在冬天之间，会正式进入到你生活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显示已经在路上了，可能还没有走到你的身边来，他仍在一个准备的阶段，也许是地理上面的距离，也许是生活状态、心态上面需要更多的一些调整，也许当下呢，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投入到追求，或者是投入到感情里面，也可能他现在呢还在换工作啊，还在搬家呀，或者是在让自己的金钱物质更加的稳定啊，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调整啊。无论如何，等他渡过了这一条河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接下来，权杖2跟我们的五角星王牌哦，也代表着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我们看到图中呢，这一个人，他的左手有一根手杖，右手呢有一个手杖，但是他站在阳台，站在更高的一个地方，手里面呢拿着一根权杖，他正望向远方的大海，或者是远方的陆地。这是一个计划未来场景的人，他已经有未来的一些规划想法了，他也知道要去那里，只不过他可能还在等待一些时机，他可能还在一个没有积极行动的状态之下，还有可能他还在选择，还在评估，还在安排，可能还在做一些重大的决定。那么也代表着你的新的恋人呢，他可能当下还需要一点时间再来到你的面前。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很可能是在1年之内，就是最快的话呢，就是2个月的时间；最慢的话呢，是在1年之内，你的下一任他就准备好跟你相遇了，他需要更好的一个时间段。他可能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是非常棒的讯息，他已经慢慢的向你走来了。那么关于他的讯息，关于你们之间的缘分，宇宙又会给到怎样的一个指引呢？他长得怎么样？他性格怎么样呢？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解答。首先，五角星女王这张牌卡就代表着她的家庭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她可能有一种大家闺秀的这种形象啊、状态啊，也可能从小呢是被爸爸妈妈给予足够丰盛的一些生活，把她养得很好，看起来皮肤呢是非常这种健康的，没有那种很劳累啊，或者是很粗糙的感觉。而且轮廓呢是很柔和，但是立体的，眉眼之间呢有一种自信跟安全感，不会是那种慌乱或者是很局促的表情，看着呢是有比较强的稳定感，也比较靠谱的，衣食无忧。站姿坐姿呢也是有一点的这种贵气，笑的时候呢是很温暖，不笑的时候呢是一种非常安静的本分感。在人群之中呢可能不会特别的显眼，但是这个人呢确实很优雅，气场也比较稳定，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头发呢也是很有光泽度，可能是深色的头发，不会去染那种粉色啊、蓝色很夸张的颜色。整个人呢没有特别这种浮夸的一种造型，
感觉是从小呢都是收获到很多的这种爱的能量的，而且身材呢应该也是线条干净，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这种肌肉啊，也不属于那种可能特别瘦弱娇小的这种状态。体型呢给人一种有力气的感觉，也许下盘是比较稳的，大腿呢是有一些肉肉的，看起来不是那种很虚弱的形象。走路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自然挺拔的，身材呢是比较匀称标准，也可能有一点丰满，整个人的打扮呢都是很讲究的，很注重服装的质量、审美，颜色呢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大概是米色啊、驼色啊、深蓝色啊、墨绿色啦，或者是有时候会尝试一些红色、粉色、橘黄色啦。这个人不是一个追求快时尚穿着的人，而是他喜欢穿那些比较耐穿、耐看的单品，可能也比较注重衣服的这种品牌，也可能在自己的衣柜里面呢会有一些比较高价的衣服或者是饰品、手表。整体来看呢，属于那种看着好像很随意，但是实际非常用心的穿搭。可能他也不太喜欢那种特别 logo 的打扮，所以不是那种浮夸的打扮，也不是那种暴发户的类型，有一点点这种老钱的风格气质，不是那种 logo 堆满身的那种状态，骨子里面呢是透露着家庭条件比较好，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是一种品味天然养成的那种感觉，也可能是比较偏知性的，或者是比较有文化内涵的那种打扮状态。而且第一次你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特别明亮的好心情。第一眼看到他呢，他就是身上有一种很开朗、很积极、很快乐的氛围，也许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也许是那种松弛感，也许是那种外向活泼的状态，让你感觉跟他接触起来非常的舒服自在。他脸上呢带着微笑，眼神呢是非常真诚的，整体的形象又是很干净明快的，给人一种非常健康、非常有朝气、精气神很旺的状态。另外呢，他也很自信，也是举手投足有一种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能量。说话上面呢也是非常的有分寸的，不会说的太满，夸夸其谈，也不会特别的羞涩，特别的这种被动。声音呢是好听的，整个人呢不是特别的张扬，也不会特别的这种低调，就是在一个松弛有度的情况之下，而且你对他是有蛮多好的印象，也会想要积极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人。他不会给人一种特别大的距离感，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热情、特别自来熟的情况，所以你会觉得很想要去跟他建立很好的情感关系，并不是说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小鹿乱撞，内心非常的喜欢，但是呢没有特别心动的感觉，没有这种爱情的感觉，但是却很想要跟他更多的接触，是有喜欢的，是有想更多的接触他，更多的去观察他的。这个人也会给人一种很自然，没有任何讨好别人啊，或者是想要去表现的这种状态，反而让你觉得他很有修养，很礼貌，应该是可以
认真去接触、坦诚去接触的人。所以第一次你见他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像是一束光一样，让人感觉到温暖，而且整体呢又是有给你很好的一些情绪价值，有一种不夸张但是比较强的存在感，让你对他产生很多的一些好感，很多的一些好奇。实际上你对他的这种喜欢并不是生理上面的冲动，或者是外貌协会上面的这种喜欢，而是一开始吸引就是真的在思想上面是可以达到同频，是很聊得来的。你们两个人是精神上面的共鸣，第一次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交谈之后会发现你们之间的交流呢非常的顺畅，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些绕圈子，也不太容易产生一些误会。他说什么你懂，你讲什么他也是肯定，他认可，他也是很可以知道怎么样接你的话的，他也会给到你一些很有价值的回应。但有时候呢，他也会给你不同的一些想法，让你看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在沟通上面，你会觉得这个人蛮有思想的，会有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但是他又是很尊重你的想法的，所以你们的这种思想层面非常的契合，然后感情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展开了，真的是可以最初打电话呀，或者是这种交谈的时候，几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累，都是非常的有话聊，而且在他面前也会很真实。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聊自己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家庭、自己想要的未来的人生状态、自己的梦想，以及自己想要多少个小孩啊，自己对于未来这种幸福的设定啊，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谈到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想象。而重点呢，不是那种空想浪漫，而是真正的大家会很接地气、很务实的去聊。如果你们生活在一起了，会怎么样分工？想要在哪里生活？想要怎样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你们会发现，你们对彼此的这种生活价值观会有很多相切合的地方。有可能你们是门当户对，很好去沟通，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在人生的一些经历上面呢，让你们对于未来的梦想是有很多共同的一些期待想法的，会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值得陪伴、值得建立家庭的人。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圣杯10这张牌卡哦，所以真正是很可能你的下一任呢，他就是你的正桃花，他就是你的正缘，你是想跟他建立稳定生活在一起的，你们可以互相理解对方，你们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些共识，你们的这种家庭背景啊、理想啊，或者是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一种价值，都可以很好的互相的理解。这也是一种很可能是灵魂伴侣的关系。你们的爱情并不是从那种生理的荷尔蒙开始的，真正是在精神上面，然后可以达到这种契合去发芽的。你们有很多理性的这种沟通交流，你们可以感同身受，你们可以找到共同的人生蓝图、价值观，你们也会很快就确定彼此是适合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这是非常接地气的，是双向选择的灵魂合作，非常棒。那来看一下你的这一位灵魂爱人，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用动物来形容他的话，他就很像是一只可爱的博美犬一样。虽然说他体型比较小，开玩笑，但是他的精力是很充沛的，他的反应非常的快，他的好奇心很强，外表很可爱，内心非常有主见的这种特质，是
让人感觉他的外表呢是那种很讨喜的，有阳光的气场，很有亲切感、亲和力。实际上呢，有自我高的一些价值标准，头脑非常的清晰，胆子并不小，是一个遇到挑战就会勇敢冲上去的人，是可以不断的去克服所有人生中的困难的，很有力量，而且也很有自己的节奏。感情里面呢，也不会去依赖谁，而是会自己去找路，自己解决问题，非常的成熟独立。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懂得主动的去示好啊，也是会观察你呀，也是在建立信任之后呢，会给你很高的一些热情、保护、欣赏、表扬、互动，非常的一种贫乏的状态。对熟悉的人呢，非常的热情黏人，会表现出一些情感依赖，但是在外人面前呢，又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不会轻易的就去信任、建立忠诚的关系，所以也不喜欢去玩爱情的一些游戏，也不喜欢去玩任何的一些暧昧。外表呢是很这种 cute， 但是骨子里非常的独立，有战略性。在爱情里面呢，也是愿意和你并肩前行的人。那么他的星座性格特质呢，来看一下你们是有哪一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一些互补的地方呢？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或者是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金牛座，也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蝎座、巨蟹座、双鱼座、金牛座、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星盘里面呢，火能量、水能量是比较强的，然后再加一点土能量来平衡，所以是一个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人。他是喜欢不断的去提升自我，保持着上进之心，愿意去走出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氛围，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愿意去没去过的地方做自己没做的一些事情。思想上面呢，还是比较有大的一些格局，比较 open 的，对自己没有见过的或者没有听到过的消息呢，是愿意去更多的一些倾听，愿意去更多的学习的，希望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可以不断的去寻找更加有意义的一些方向，不害怕结束，也不喜欢在原地将就。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神秘，让人捉摸不透，因为他不会夸夸其谈，什么都去直白的讲出来，不会去说出自己真正的一些计划，因为他懂得隐藏自己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有时候呢是会有一些冲动的，在人际互动之中有真诚、有活力，也可以感染到别人，但专注力可能不会特别的持久，因为对新鲜的事情保持着很开放的态度。在感情里面呢，是有一些敏感的，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安全感，特别是在不确定感情是否能信任的时候，会犹犹豫豫啊，会观望啊，甚至会有一些回避的行为，对别人的感受是比较敏感的，有时甚至比对方自己还可能更清楚对方的一些情绪。他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孤立感，也许他特别害怕失去，他特别害怕就是自己没有办法进步，停留在一个状态之下，他害怕退步，他是一个不断鞭策自己的人，而且
他需要金钱上面的物质越来越多，他才会有安全感。就是银行的储蓄数字要越来越多，他才会有安全感。情感上面的稳定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喜欢被看见、被欣赏、被表扬。当他获得肯定的时候呢，他的自信心就会很快速的提升，行动力就会更强。所以他做的好的事情就多表扬他，他以后就会做更多。他做的不好的事情呢，你也婉转的告诉他，这可能是你不喜欢的方式，你不喜欢的状态。他也会当下他可能是有一些不开心，但是之后他是会去改正的。而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他也很容易成为一个焦点，但是他需要不断的支持跟鼓励，他才可以长期的保持着一种最佳的状态。这个人呢，因为心里面呢，还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卑啦，或者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这种不安全感，需要你给他一点力量，让他去克服这种情绪上面的敏感，让他去克服这种自己被忽略、被不重视的感觉。好，最后呢，看来他的性格还是蛮不错的，没有人是完美的，至少来说，现在你知道他哪一些地方需要你给到支持啦。那最后呢，宇宙也告诉你哦，当下的你以及在这份情感之中，你需要去有更多的一些行动力，你需要保持着这种热情，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呢，就是不要害怕去尝试新的模式、新的这种约会场景，带他去一些他没去过的地方，讲一些你们可能没有讲过的一些话题，做一些你们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不断的给到这种新鲜感、这种冒险精神的话呢，两个人的情感会一直保持着激情跟趣味的。一成不变的情感关系，或者是被动的等待他来组织的话呢，还可能你来组织更加的有魅力，他更加的顺服于你。你越是积极热情的能量哦，他越是喜欢你身上的这种活力。在情感创造的这种初期的话呢，也不需要被动的去等待对方来邀约你，即使你是女生的话呢，也可以去做一些他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邀约他去做一些好玩的事，他也会非常的开始喜欢你，肯定你，专注你的。有时候提出一些新鲜的活动计划，无论是长途短途的旅行，还是说一些他没去做过的运动，还是去上一些体验课，其实都是蛮有意思的。不要让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两个人待在原地，更多的一些行动呢，会让感情不断的升温的。在你们的互动之中，也可以展现出更多的一些好奇，更多的一些兴奋感。这种能量呢，是会感染到他的。当你想让他更多的表扬你的话，那你先从表扬他开始，从你的一些行动来让他学习，来让他去配合于你。而且在你们的这个认识到恋爱的过程里面，不要去压抑任何的想法，喜欢就表达出来，不必等到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然后才去行动。其实当然行动的时机也很重要，但是太多的等待呢，可能让热度会降温的。在你们的这个情感里面享受过程，而不要只看结果。一起去做有趣的事情，那一起去吃好吃的，一起去玩好玩的，成为彼此最好的玩伴，而不用成为彼此就是说要搭建共同生活的人。
其实真的，你们两个人能开开心心的玩到一起去的话呢，带着这种热情，享受当下，享受其中，就可以不断的推动感情。因为权杖骑士的魅力就在于不做作，就在于不断的这种行动，成为彼此最好的玩伴，根本就不需要跟其他人一起玩，根本不需要就是想其他有的没的。身边的人就是自己随时感受得到快乐、好玩的人，那还会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心思吗？所以，亲爱的，你的下一任恋人呢？你们是完全可以聊到一起去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都可以讨论。你只要再积极的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又可以玩到一起去的话，那真的就是可以天长地久了，就可以很好的享受地球，享受人生了哟。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视频下方留言，感恩宇宙，接收美好的爱情，我是幸福的、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字样，让我们吸收视频的能量，让我们提升自己的运势，让我们抓住自己的缘分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感应一下当下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代表刚才你的能量并没有集中能量去做牌组的对应连接哟。好，那首先呢，你连接到的这张牌卡可以看到，最近呢，你正在寻找、感受到你的根。现实生活里面有更多跟家人互动的一些关系，甚至是好久都没有联系的这种亲朋好友，最近呢又开始联系上来了，或者是对自己逝去的一些长辈、亲人、爷爷奶奶啊、外婆外公啊，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思念的感觉，也可能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好吃的一些传统的节日，或者是一些长辈的故事，近期特别的有兴趣。可能在做某一些决定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去参考一下父母或者是家族长辈的一些经验，或者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某些生活的选择上面正复制着家族的某一种模式，然后开始思考是否要打破这些旧有的一些模式、旧有的一些观念。近期呢，好像在自己的灵魂状态上面在经历一种回源的过程，并不是说单纯的回忆过往哦，更是在深层次的去寻找自己的根。可能内心开始好奇，我是谁？我的生命使命是什么？我承接了家族的哪些力量跟课题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优势是什么？他们的缺点是什么？这种状态呢，会让你不自觉的去回顾过去的一些经历、家庭的一些故事，甚至说某些记忆中的画面，好像有一种召唤在提醒你，你的力量跟答案其实早就藏在自己的血脉跟自己的过往之中了。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过去的专业是运动员，或者是身体有特别多喜欢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那么自己的身体也是蛮健康的，自己可能在运动这方面就比较有天赋。也可能爸爸妈妈过去是搞音乐的，那么自己可能在音乐的节奏啊、鼓点啊，或者是在学习乐器上面就更加的容易。有可能爸爸妈妈他们是跨国生活，之前呢是学习了一些外语的，那么自己在语言学习能力上面就会更强一些之类的，可能会有这些方面更多的一些领悟跟醒悟。所以近期有机会可能和家族、传统、人脉、根基有关，也可能自己更加的去整理自己的一些背景资源。你的情绪呢，也像是一条这种深流的河一样，表面很平静，但内心也是在慢慢的翻涌，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怀旧，
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感慨的情绪，也会更多认知自我的一些 DNA。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好像肩膀上承载了很多的感觉，可能这是来自于家人、家族给你的一些期望，以及自己更加孝顺啊，想要更加成功的，更多给爸爸妈妈的家族的一些责任感。所以目前自己近期的状态，好像是在生命的长河之中，更多的去仰望自己的源头，带着好奇，带着尊敬，也带着更多想要了解整合的愿望。在近期的这个阶段里面，任何来自过去的一些故事、一些直觉的讯息，甚至是一些偶然的相遇，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那近期呢，是在寻找自己的根基。当你有更多自我强大的一些认知，了解了自己家族之后，相信你在人生更多的选择道路上面，就知道如何去激发自己的天赋，如何去做更适合自己的一些选择跟决定了。所以当下呢，正在做一些突破，正在做一些认知，正在很强大的成长之中。这是非常棒的讯息。那这个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那身边下一任恋人的这个缘分，它到底出现了吗？五角星4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呢，他正紧紧抱着怀里的这种金币，而脚下呢也是踩着金币的，头顶呢也顶着一枚金币，背景呢是静止的城镇，好像他在一动不动的情况之下，不敢松动，松动了的话呢，也许这个金币就被别人捡啦，也许头上的金币就掉下来啦，也代表近期呢，你正在一个对目前的感情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不敢冒风险，守住现状的这种心态。也许是因为害怕失去，也许是因为怕受伤，也许当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比较稳定的，不想去被情感的波动打乱，也许自己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计划，不想呢做太大的一些变动，所以近期可能因为一些外部的因素，让你不愿意投入太多的一些精力状态在感情里面。可能新的恋人他已经在你的周围了，但是你的双手呢死死抱着金币，就是一种不放下不前进的情况。可能你还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行动、力量、决断力去加速跟自己的新恋人去见面啊、去互动啊、去发展的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国王的逆位，代表了你中断了一些动作，也可能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也可能你需要更多明确的一些回应，也可能在感情里面你在被动的等待对方来主动，所以你才会去启动更多的行动模式。目前也许你还没有非常强烈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你在观察，也有可能你在选择，也有可能你还在做一些评估对方值不值得你付出，值不值得给出你的这种金币，也许你在等到他给到你更多明确的一些回应，所以有一种衡量的心态。也可能当下呢，彼此都没有在将心比心，互相这种相等的互动方式。因为我们这边呢出现的这张牌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手上拿着礼物去给到另外2个人，并不是在互相交换礼物的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还要去做更多的一些审判，可能遇见自己的下一任呢，还在一个慢速的能量之中，还需要更多正式的对等的互动方式，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人呢已经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了，或者是有短暂的接触过。他是一个有能力、有条件主动的人，但是呢，当下可能他会先选择观察，不轻举妄动。在他没有反应的情况之下，你也不会去做太大的一个动作。这个人跟你之间呢，你们会是有更多的一些观察，或者是只是有小的一个互动，还在评价对方是否给自己可以传递更多的一些价值。在现实状态里面呢，能否让彼此变得更加的美好，或者是这份感情会不会只出现一个人奉献一个人收获的状态呢？所以当下还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也是蛮妙的讯息的。那这个人到底长得怎么样？然后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发展又是怎样的呢？一步一部分的来做占卜解读。首先，他应该是一个蛮有气场的人的，比较强的吸引力。五官呢是那种比较立体，然后表情呢很生动的，还是可能比较活泼、外向、张扬的一个性格，很自信，有热情的气质，而且是有比较阳光感的。小麦的肤色，健康的肤色，或者是白皙带着红润的这种肤色，头发呢有一点点的卷度，或者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光泽感，看着非常的健康。在人群之中呢，属于那种很容易注意到的类型，不代表说他长得很帅气漂亮注意得到哦，而是这个人他的这种气质气场呢是比较高调，举手投足有一种自信从容感，所以很容易注意到他。另外呢，他的身材可能是比较偏高的，不会让人觉得笨重，给人一种行动方便、适合户外运动的这种身材状态，不是那种肌肉型的壮硕，而是那种线条很流畅、比例非常协调的，给人一种轻盈灵活的印象。它可能不是那种健身房的健美的身材体型，但是这个人的体态很健康，他的耐力应该比较好，并不是说爆发力很好的那种，而且他可能喜欢那种很休闲、轻松的衣服，因为他蛮有活力的，所以他喜欢那种穿起来很方便活动，然后服装又非常实用的那种穿着，是比较休闲大方的类型，或者是运动风。这个人不会特意的去追赶潮流，而是穿着呢不浮夸，合身干净，给人一种随时都可以去运动，或者是随时都可以出门走走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可能已经在生活之中见到他了，他是一个很阳光健康的类型，不是那种好像特别谨慎啊、特别思考、冷脸的那种类型，没有太大的距离感。另外，他也不会特别的想要去穿品牌奢华的一些衣服，可能也不太喜欢穿正装，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而在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他很聪明，反应很快，很会接话，懂得怎么样可以把控这种对话的节奏，而且说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幽默感，也可以讲不同的一些话题，让这种气氛呢不会冷场，不会尴尬。他很懂得让这种气氛活跃起来。这个人
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应该是有比较强的能力的，就是他在自己的学业或者是自己的专业技能之中，应该都算比较优秀的，而且多多少少呢，可能情商也是比较高的人，会来事儿，懂得左右逢源，而且身上会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多的，很有能力。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不会清楚的知道他对你到底是很喜欢、很有兴趣，还是说一种礼貌性的互动。他控制情绪的能力是蛮强的，很难看出他脸上就是出现一些不喜欢或者是尴尬、消极的这种情绪。大多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笑笑的，很有那种笑面虎的情况，看着就是好像谁他都蛮喜欢的，谁他都可以对话的情况。他可能不会太注重感觉，他可能是一个其实比较理性的人，而且他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很敏感、很情绪化的人，因为他的情绪呢都是比较阳光的这种状态，他就像是那种见过世面，然后阅历呢也比较丰富，对任何事情都是比较开放、比较 OK、比较认可的那种状态。感觉他不是一个小城市啊，或者是小圈子的人，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很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种自信感。这个人呢，他可能也有跨文化或者是国际的经验，也许他从小旅行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同的文化，也许他本身呢就是可能有国际化的生活背景。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呢，如果你在国外读书的话，他可能就是外国人，或者是他是华侨，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外国了，也有可能是他经常出国旅行，是见过一些大世面的人，所以在想法上面是比较外国的思想，或者是不会特别的封闭，不会特别的狭隘。这个人呢，就是让你有很强的这种印象，很聪明，然后很灵活，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保持着一个中立，猜不透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反而让你想要更多亲近他、了解他。你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你觉得这个人蛮妙的，其实多多少少呢对他有很好的一些印象，又有神秘感，又有吸引力。想跟他接触，就是莫名的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即使你们是不同的国度、不同文化的人，你也会觉得跟他有比较强的熟悉感。他对你呢是有一些吸引力的。其实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彼此都是那种很有主见、很有目标的人，不会因为谈恋爱就去完全的依赖对方。各自都有自己的力量，各自都按着自己的方法朝一个方向去前进。大家是可以很好的磨合，很好的配合的，也很清楚在感情里面呢，不会去做更多自我的一些妥协，也不会更多的去讨好谁。爱情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都是在自己可能生活非常就是很自在、很舒服的状态之下遇到彼此的。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这个人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认识到的对方，这个人呢可能是最初认识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也许你们年龄有一定的距离，也许你们的
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的距离，也许你们不是门当户对，也许你们的专业是非常的远的，是有现实的一些障碍所在，现实的这种困难所在，但是两个人呢都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突破这些困难，没有说为了这份感情而去有任何的回避呀，而任何的逃避。虽然你们在一起并不是说一见钟情，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愿意去了解对方，都愿意更多的接触对方。在接触之后，很快就认定了这个人，就想跟这个人建立持久的稳定的情感。大家其实在感情里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就是觉得很认可这个人，那么就一起走下去。而在你们之间的这种距离呢，两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打破，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顾虑，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纠结，不会去想得太过于的复杂，而是用更多的一些行动去破坏这些，用更多成熟的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遇到任何问题距离的时候，你们的反应都不是说那种抱怨啊，或者是消极啊，而你们也都明白这些挑战不是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所以大家会理性的规划，然后去互相的打气，互相的给予足够的力量，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难关。你们都很懂得抓住机会，在这份感情里面没有冲动，而是互相的补位，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没有特别多的一些追求，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可能浪漫调情，就是一种非常顺其自然，一种在一起舒服，在一起自在，然后在一起有很好的互动，那么就继续走下去的这种很默契的情况。你们的爱情绝对不是那种好像童话式的大家一见钟情，一切顺利，而是一种很合作的这种关系去突破彼此呢，不会互相的去拖累，反而是因为大家都很独立的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更好的可以互相的去支持，也没有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谁有能力去解决的多一些就去解决的多一些，也没有任何的这种依赖，反而你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挑战成为了你们更牢固连接的基石。这份感情其实很接地气，很生活化，也非常的自在。毕竟缘分呢是很强的，不一定说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这个人呢跟你是最后会建立婚姻家庭的人，但是呢，你们应该会联系一辈子。即使有的人可能最终没跟对方走下去，但你们之间的这份信任会在的。你们可能因为最终确实没有克服这样的一个距离挑战而没有在一起了，不会是因为其他的第三方啊，或者是其他原则性的问题而不在一起，所以内心都是会祝福对方，都是会一直跟对方联系。在人生之中呢，它是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会给到你很积极的有方向的影响，也可能会激发到你某一个点，让你更加的成熟，让你更加的有力量。在这份感情里面，无论结局如何，大家都会收获非常正面丰盛的一种状态，这是非常好的讯息。
好，但是有的宝宝呢，这个人可能就是跟你会建立完美恋情，建立同居生活，未来在一起一辈子的情感关系哦，这也是非常棒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你所期待的，跟你性格到底是互补的，还是说比较很相似的人呢？首先，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很可能就像是一个考拉一样，是非常温和，是非常安静的存在的。第一印象绝对是那种很温顺、不急躁、不会到处张扬自己的人，可能有一点慢动作。这个人呢，是一切呢都比较慢慢的、比较随性的、不冲动的。但是又会给人比较强的靠谱、安全感的状态。当他该有力量的时候，他绝对会有力量，会去行动、主动。但大多数时候呢，他都是属于那种顺其自然就好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休息，没有太多的一些功利心，没有太多的一些野心，只是想享受生活，享受生命。而且在第一次看到陌生人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种树上会静静的观察你，判断你是不是安全的存在，他不会急于马上就要去接触。当他确定你值得信任的话，就会开始主动伸出自己的爪子，然后慢慢的靠近于你。所以可以看到呢，他是一个慢性子，而且即使长时间跟他待在一起的话呢，也是比较有趣的。他会给到你一些松弛感，他会给到你一些情绪价值。看着是一个好像很慢吞吞的人，实际上他的意志力是蛮强的，面对挑战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一些方法。他不会去随便乱接近任何人，但一旦接纳你之后呢，就会想要长久的陪伴。他也不喜欢太多的一些冒险的动作，他是希望熟悉的稳定的互动模式。他也是希望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大家都有自己的节奏，但是又互相支持的，还是蛮妙的。抽到考拉这张牌卡。那从星座来看的话呢，它很可能是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天秤座、双子座、摩羯座，也有可能它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秤座、双子座、摩羯座、天蝎座、巨蟹座、双鱼座。整体呢，就是一个很注重感情，然后思想呢也是比较谨慎务实，又比较现实派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一个对人对事都蛮讲究真诚跟长久的。在感情之中呢，是一个很仗义，很愿意去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很愿意去维护你的感受的，也愿意付出时间跟精力让你安心。他绝对不是那种好像很多花言巧语、很多甜言浪漫的人，但是他会通过那种稳定的陪伴跟实际的一些动作来让你看到他的真心。而且他是那种要爱就深爱的人，一旦确定了你是对的人，他就会全力以赴，毫无保留。但是如果确定彼此都是不合适的话呢，他也会放手，即使再爱也会放手，因为他不喜欢感情之中出现任何的拖泥带水。如果已经确定两个人不合适的话呢，那就结束好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不需要互相的纠缠，不需要以爱的名誉去控制彼此。他非常注重情绪的价值，你的情绪啊，你的喜好啊，你的状态啊，他其实都会留意的，并且在你们的互动之中，他会有意无意的让你感觉被理解、被尊重。这个人呢，内心还是蛮浪漫的，很有爱的能量，也是一个外柔
内刚的类型。平时说话呢不急不躁，懂得照顾别人的面子啊，照顾别人的感受啊，但是在重大的事情或者是原则问题上面，他非常有自己的立场，绝对不会再随性跟随和了。这是一个大事有主见，小事呢比较随和的人，然后生活细节上面也是比较随意的，不会太重视金钱、物质、权利，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野心，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勤快、上进心，比较容易满足，更多的是重视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合作、这种能量。在团体里面呢，他也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是是可以承上启下的角色，但是是一个可以稳住局面、维护气氛的一个关键的角色。他也不是一个喜欢被情绪控制的人，他是喜欢用理性来沟通化解矛盾的，所以不喜欢吵架啊，不喜欢两个人出现那种很强烈的争论。也许当两个人出现这种争论，就是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说话，或者是冷处理，或者是转身走开，因为他不想留下来跟你发脾气。所以两个人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好好的沟通商量是最好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呢，还是有一些防备之心的，慢性子嘛，只有在非常熟悉之后，才会讲自己的一些想法，才会表达自己的真心。所以他也是一个喜欢先观察对方，确定对方是值得信任之后，才会真正打开自己的人。而且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也不会立刻的冲上去，也是先评估之后，然后再有自己的计划，再去行动。这个人呢，也不会沉溺在过去，也是一个像享受当下、向未来去看的人，不会特别的怀旧，不会去讲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人事物呢，他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念、去考虑。所以总的来讲呢，这是一个很重感情、很有原则，在关键时刻扛起重任的人。在爱情里面，他想要的就是那种能互相成就的长久关系，不是那种短暂的激情。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应该都会在感情里面各自为政，然后也一起成长，一起面对生活。他也会尊重你不同的一些态度，不同的一些习惯，不会以爱的名义去控制你、改变你的。所以两个人也是非常自由自在的在一起。好，最后呢，宇宙会给到你一个讯息，就是当下的你以及在恋情之中最好要注重圣杯6，一定要保持着单纯的、真诚的情感连接，没有任何的功利计算，没有任何的条件交换，也不要去被外在的这种距离呀，或者是外在的一些东西所捆绑了。真正的享受人际关系相处的当下呢，就可以在感情里面享受这种最美好爱的能量。因为爱情呢，就是互动的结果，你给出多少爱，就会享受多少爱。如果在感情里面有太多的计较了，或者是抱怨的话呢，那这种计较抱怨最终消极的能量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所以感情里面多一些付出，多一些拥抱，就会不断的积累感情的温度。另外呢，约会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的去讲究排场啊，或者是要
讲究去奢华的地方，就是一起去散步，一起去大自然中走一走，一起去逛一些旧的街道，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有共同回忆的地方。这些重点呢是在互相陪伴的氛围，而不是以物质或者是金钱形式的状态去谈情说爱，就会创造两个人最简单、真诚、温暖的情爱氛围，就会享受最好的爱的能量。爱情呢，也不只是浪漫，更多的也是陪伴，多跟对方聊一聊生活的细节呀，然后多跟对方聊一聊今天你遇到的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啊，这些呢都是会让两个人有分享共同的一些生活经历的，就会感受到这种互相的关心跟陪伴。另外呢，你们之间的爱呢是有很疗愈的能量的，用感恩去感谢这个人进入到你的生活之中，用这种爱的磁场吸引他，去建立你们更加的一些正能量。除此之外，最好呢也是多跟他的家人在一起，那彼此两个人呢周末的时候跟大家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或者是你们的人际关系，你融入到他的社交里面，他融入到你的社交里面，两个人一起经常跟旧的朋友啊，或者是建立你们更多的这种社交圈啊，反而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立体。因为生活不只是两个人的小世界嘛，还有彼此的这种社交关系。如果有共同的朋友能见证，家人支持你们的感情，也会成为你们在低潮时候的一些后盾。所以共同的朋友圈呢，也是你们感情的土壤，也可以让你们的爱更加的有根，更加的长久哦。亲爱的，以上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下一任恋人你还满意吗？如果你满意的话呢，就在视频下方留言感恩宇宙，接收最美的祝福。我会幸福丰盛，我会享受美好的爱情，这样的字样，让我们来显化幸福，抓住缘分，提升自己的爱情运势。好了，那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